他是美国最豪横的小孩，有问题直接找总统。 And the Harlem to the left. 说完还要看着小孩离去，所以你们认出这位总统是谁了吗？男孩没有听他的话，而是直接右转，可能是觉得这位总统不靠谱吧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现实生活中这家酒店正是阿特家开的，可一个小孩来酒店干什么？这个男孩叫凯文，意外在机场和家人走丢，独自一人飞到了纽约，而家人们在传行李的时候才发现凯文丢了。于是夫妇二人选择了报警。在警察的询问中，刚开始还算正常，可你往下看。 Funnily enough, we never lose our luggage. 此时警察的表情像极了你手机里的第5个表情包，看到这样的父母就知道接下来有多精彩。走丢的凯文只能找个酒店先住着，好在老爸的信用卡在他这里，这下给凯文逮到花钱的好机会。先是来到酒店前台，用老爸的身份证开了间总统套房，还让眼前的总统给他指路。你们没有看错，就是他。这时在一旁的酒店经理却发现异常，这个小屁孩怎么可能自己住酒店呢？服务员帮凯文拿行李走到房间后，打算索要点小费，可他却给人家一片口香糖。服务员从来没见过如此大方的客人。可到了晚上，经理借机过来查房，因为他预感凯文是个小偷。当经理闻声来到浴室，居然看到一个大人在洗澡，其实这都是凯文在搞鬼。经理却被大人的声音吓跑，凯文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可到了第2天，凯文去到纽约最大的玩具城，在这里却遇到了老朋友沙雕2人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该出意外了。被抓住的凯文肯定要想办法脱身，看见路边的美女，上去就摸了一把美女的面包。美女回头看见是个油腻男，上去就是一拳。凯文趁现在赶紧逃跑。到了晚上，凯文想到2人组要去游乐园偷马内，他下定决心要阻止沙雕2人组。这边2人组还在高兴地装着马内，凯文先是拿起相机拍照取证，随后二傻意识到要抢走相机，可等他们刚出门却踩到了凯文提前布置好的陷阱。可下一刻，可他们并没有放弃，一度把凯文逼到了楼顶上。他们看着楼顶的凯文，想起去年上过的当，谁都不想先上去，只能忽悠凯文把相机扔下来。没想到凯文真的同意了。这操作直接给二傻整懵逼，旁边的大傻说：“有种你再扔一个试试。”这给二傻整的就跟火龙果说的一样，差点你恨西。大傻在一旁说：“这下你肯定没有了。”这下沙雕2人组真的怒了，他们决定兵分2路抓住凯文。二傻想从前门进，可一拉绳子，可他一生气，直接把门一脚踹开，并向同伴得意地说道。可下一秒，而大傻这边更惨，刚推开门，一包工具从天而降。本拉登结果脑袋着了，见马桶有水便一头扎进去，却不知里面全是汽油。这个道理告诉我们，平时上完厕所一定要冲干净。这边二傻好不容易上楼，结果踩到全是润滑剂的地板上。2人想走楼梯上楼，结果2人组发现凯文顺着绳子逃跑了，于是他们也照做。可他们不知道绳子早就被凯文做过手脚，2人身上也被铺满了油漆。逃跑路上，凯文也没忘了报警。由于路面太滑，凯文摔倒还是被抓住了，准备带去人烟稀少的公园干掉他。这时好在警察及时出现，沙雕2人组也再次被逮捕。而父母通过酒店消费记录找到了纽约。圣诞前夕，凯文和妈妈也相遇了，可等爸爸去结账时，却收到一份大礼。